好，各位观众，我们今天请到了低电扫地工元仔。这次现场来了2台，应该算是魔兽了。对，没错，是要做一个成果展的讲解，非常有来头，有好几个第一哦。第一台进到 Auto Salon 去展览，去到日本东京的改装车展。台湾的确实有一些厂商能进日本的 Auto Salon， 但是这个资格其实还蛮复杂，要有日本、非常复杂，要有日本厂商背书之类的，对不对？对。这次去展的，从团队车子空运到这边，摄影师修哥也是台湾带去的，没错，修哥一定一定要的啊。不一定，我觉得日本的也不错。台湾去比较起劲。好了，费用好像听说也大概200-300万。总共3天，对，而且还要先飞过去啊，等车子领车啊，海关这些东西有的没有的。对，所以其实耗费非常的吓人，真的非常吓人。对，还有一个第一，刷破了台湾 A90最大马力值。没错。多少匹？1104匹哦，这个是有马力机能够做佐证的，这个数字是假不了的。这个是轮马，那这台车绝对是台湾目前最快，全车锻造碳打造最轻量化的外观车壳的D1甩尾场车。今年12月底有一场嘛，在台湾。12月14号跟15号在台南。对，在台南的D1 GP 甩尾比赛，下一站就要到日本去比了。对，就徐云泰阿姑准备就是要把这台车运到日本去参加接下来的日本比赛。徐云泰阿姑的座驾哦，然后现在现场还有另外一台，这一台好像也是诸多个第一。是的，因为车主他从网络上看到一个CG动画的 A90 Supra， 设计师叫这海卡迪，然后车主就对这一组包特别的情有独钟，所以就委托了我们 DTM 的扫地工。扫地只是我的表面工作，从无到有把它实现出来。对，没错。毕竟我们有去过 Auto Salon， 所以车主对我们有一定程度的信任。上次这台车是用全 CNC 做，光是那一套木头模具就刻掉快200万了。过程在这集哦，请在 YouTube 搜寻装模作样，欢迎订阅。听说又换了一种方式，对，这一次是完全是用3D 列印的方式去把它呈现出来。这个CG动画变成真正的设计图，然后在全车扫描之后修正之后，到出来打样到装上车。真的把这台车做出来。我们现在不卖关子了，让大家看一下目前这2台哦，真的是顶级的圣兽，好不好？好，没问题。哦，台湾2只牛魔王是不是？对，真正的魔王。对，我们来看一下2台 Supra。噔。讲到这台1000多匹的这个引擎，1104匹的这个引擎盖的这个很像橱窗，一层层这个橱窗的设计。这个其实算作弊了。我们打开看一下里面的样子啊，真的要好好看一下这颗引擎。来，我们看一下。哇，这个涡轮整个是哇，我们来看这里面超级干净的，这直接溅到地板。这个阿古徐英泰啊，全部他自己一个人设计的，这个公正做到的就是非常简约啦。一些快拆设计，它通通都顾虑进去了，我们都符合比赛规格的。对，整个车头前面的这个架子啊，包含灯架，全部都是自己手工烧的。好一个灯啊！这里吗？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是它的进气口，它从这个风进去以后就是直达香菇头。看一下这边哈，他们这个其实赛车规格哈，这样都是一个简化啦。哎，你要看一下这个防爆油箱也是有通过那个 FI 认证的，然后像这一个也是我们帮阿古去设计的一个导风槽风扇架，这个是符合日本 D1 GP 他们的规定，从它的粗度、内径、支数全部都是按照那 FI 认证的。我们来看一下中间这个面板，看起来好像是用买的，对不对？我跟你讲，这个是徐云泰漂牙工自己手工打造出来的。排挡杆就是那个序列变速箱的那个排挡杆的，这个就是手刹车，他们就是要这样要拉手刹车用。看起来就非常不一般，而且应该也花非常多钱，非常多钱哦，不简单。这个包含到你镀内的强化啊，然后你的燃料啊，这些全部都要相互。而且你的变速箱还有你的出来输出的部分能够对应到它，对，没错，对不对？不然你空有马力，你没有办法输出，也是徒劳。没错，希望能够为我们台湾好好争光一下啊。D1甩尾场车，含车架打造费用950万。好，我们刚才介绍完这台，我们好好的来介绍这台，因为大家对这台车绝对非常好奇，改了些哪些东西，好不好？你目前看到黄色的地方啊，基本上全部都是3D 列印，直接上车。听得出来吗？3D 列印的哦，包含这下面全部都是3D 列印的，还有尾翼、后龟，全部都是，包含后下巴。其实这个东西我们施工过程的东西都很清楚，有没有？这一台车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说，这个 logo 是车主他要求的。
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他们公司的一个 logo。这个鼻头当初还是3D 的时候，还做出一个下凹的一个。是的，所以你这边它 logo 看起来就好像有那种原厂的质感。这个 logo 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梦境，反正就是他的梦想。对啊，没错。保留了原本的那个 AC 跟车系统，跟车也是保留在里面。这个是拖车钩。完全维持原厂的那个功能在。这块引擎盖是当初因为这3D 正因为会热，一定会塌，对，所以这块引擎盖我们是特别为了它，是打造一片开门，没错，对不对？就这么1001片，是用抽真空以剖析的方式去做，达到轻量化的效果。哦，非常坚硬，非常硬，它造价应该就已经快20万。从上往下看，立体感其实非常好，宽度太宽的引擎盖，这引擎盖太宽了，所以这个碳纤维布料我们是走双拼的，中间 V 字形，拼 V 字纹路的，所以这个纹路是这样对开的。这个引擎室里面的这个盖板，散热都是直接可以跳出，里面其实这立体感做得非常好。更不要说是这一整台车哦，它的外观到目前打造费用，听说应该可以买一台全新 Supra 有找了吧？不然它的车身本身的什么铝圈卡钳啊。这个车内的座舱里面的一些屌货哈，应该算是道路版里面的一个了啦，是不是？我们先讲这个前保，首次用3D 列印的方式来去做一个百叶窗型的进气口的拆装式的一个拆件，它图里也是这样画，是不是？对啊，基本上已经有95%相似，毕竟还是有一些修改，一定要有修改。然后这个灯这样抓，真的从这就看出来有多宽了，对不对？对，没错。这边就看得出来整个宽度非常巨大，这真的不是3D 列印，真的很难搞。不太可能，这真的太难。他说这一次的轮子是不用电 spacer 的，完全没有电，所以他又破了一个记录，是台湾目前市售最宽的宽体车，对不对？对，这一台 Supra 垫片紧绷就是6公分。那如果做宽体的哦，如果6公分超过这边就会卡到了。对，然后还有就是大灯前保这个地方也会撞。对，因为它是散撞在。对，这个是我们目前遇到最麻烦的地方。所以这一次把整个避震塔上座外移，三脚架加长，运用徐云泰的这一台甩尾车三脚架，然后去整个搭上去，就是结合了D1甩尾厂车的这个三脚架的概念。因为车主他希望说轮胎不要 cam 把做那么大，对，他原本 cam 把大概6.5度，对。车主希望是把它移回来。现在这台车总共宽出来多少？比原厂一边大概11公分，后面呢？后面大概12公分。对，但是因为后轮没有转向，要比大不是问题。它的后轮那个 ET 值做到-60，-60是蛮大的。BC 的锻造铝圈加上这里面这个盘，听说前后一套就要100万，超过100万，下重本的这一块也是我们走3D 列印出来的3D 件，对不对？搭板的时候打了不止一片，第一个版本是没有洞，第二个版本这里面这个洞都看得到，这边也是有洞，看出来这一节就是宽出来的宽度，没错。气压避震 Airlift 的最顶规的，我们看一下这椅子，这2张椅子可以买台国产车了，是不是？车主当初是说一张大概40万台币，Recaro， 然后整个是完全碳纤维，看得出来不便宜，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它这么贵，我一开始也不知道，就算有2张合购有优惠，也是60万跑不掉。对，哇，完全的碳纤维，梦幻逸品的这个有没有看到？而且你看哦，雷射标签表示什么？它是正的，不是仿，你就知道车主有多细心、多要求。再加上它里面也有大的满满的防滚笼，有没有看到？为了安全，真的是不惜一切代价。所以这台车真的现在目前打造费用连买车，我看加一加可能也快整1000了吧。如果中间过程其他改过的东西的话，应该是有，来，应该是。我们看一下后面的立体的部分。这个3D 列印的方式，它整个圆滑度、立体感，整个一直延伸到后面来。这个基本上要用手工来去做一个打磨，基本上是难上加难的一件事。你看它这一个尾翼，我们还帮它设计成可调的哦，这2片是可以调角度的哦。从后面这个地方你也可以看到，它整个宽度是非常的宽，这段真让人看起来就是杀气十足，非常巨大哦。讲实在话，这都大量应用手工做不出来的3D 去做的这种立体的深度的结构，这跟手工都会做到死掉。基本上真的如果不用3D 的方式去做，其实手工做真的是不太可能。这支尾翼其实蛮特别的地方啊，是我们这样看啊。利用倒挂式这种天鹅尾的这个方式，它是架在这个雪窗上面，是从雪窗做这个基底，天鹅尾过去以后双层之外呢，再用这一支大支的做第2个支架，等于其实这尾还是有4只脚啦。如果将来要实现它真正成为市售版本的长度的话，其实这边还是要再好好再设计一下。我们会再把它做一个翻模的动作，它这个会有强度的问题。现在目前虽然是全车3D 列印，部分套件其实还是真的必须要转材质，就像引擎盖一样。对，没错。我们还是要把它转成全碳纤维的，或者是全玻璃纤维的材质之后，它才会有真正的强度出来。这后下非常大，然后而且它立体感也是非常的好。排气管呢，我们也是当初把这个整个割开，从里面绕出来。对，这肯定这样拍一下排气管里面一样的。这边还有一个特殊的造型在这里，所以那个时候在对这个排气管的时候，其实也花了很大的心思在对这个。反正也是改装的啦，对，它改装，但是那是车主他自己去买的，蛮大的，蛮漂亮的。后保的外观，其实我们这样大概就看完了，对不对？这一台车我们只有3个月的时间去打造，这个你不用讲。
你3个月，你骗人。我们收到38天，就是为了要赶那一场 SFT 的这个聚会，所以就是在90天内从规划、3D 列印、建模，一直到列印出来，对，然后一直给我延误时间。对不起，全靠你了。没关系，但是我们其实讲实在话，还算圆满了。我们真的顺利赶上，又是最后一天，对不对？不是最后一天，最后几小时，不是最后几小时，你讲是最后那几秒。这台车创造出来，这个应该说，其实把鼓啊，还有3D 列印，你们的团队啊，扫描的啊，列印出来，机的师傅，还有店里的师傅，这一个案子真的是要一个团队打造出这台车。改车的难度又推到另外一个境界了。讲实在话，是真的，对不对哦？我们也很期待哦，这台车在未来的日子里哦，在车坛哦可以发光发热。最宽道路版梦境号，含车架打造费用790万。也谢谢我们今天哦 DTM 的这个扫地工严总，好好介绍这2台独一无二的车子。好，那谢谢馆长，我们这集 Super 改装特辑，谢谢馆长，谢谢。改车及制作影片不易，非常耗时耗工，续集请耐心等候。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谢谢您的观看与支持。